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媒体曾经无奈地说：“我们打赢了全世界，却败给了红色的中国。”这句话是对志愿军的一种隐晦的肯定。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落后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打得有来有回，甚至逼着他们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和平协议上签字。以纯粹军事理论的角度，这种结果是无法解释的。所以在战争之后，善于总结军事理论的德国人专门组织了人马，对志愿军进行了专项研究。最后他们得出了结论，在志愿军的身上有着8个不可思议的特点，他们的胜利与这些特点不无关系。那么德国人眼中的8个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志愿军敢于出兵。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几乎没有国家相信中国有胆量出兵，因为中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年的钢产量分别是中国的15倍和143倍，就算是中国最稳定的农业，美国也是中国体量的3倍多。而在隐性的军事科技方面，美国更是全面领先还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工业、农业、科技都是战争的后盾，是一场战争得以发动和取胜的关键。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既然在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美国，那么按照常理分析，中国自然就不可能出兵朝鲜了。但是偏偏中国不但出了兵，而且从一开始便是重兵突进，绝不作秀。这当中既有毛主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构想，也有全国军民上下一致的坚决支持。虽然曾经有不少人反对出兵朝鲜，但是只要方针确定下来，就没有人在反对，有的只是对如何完成任务的谋划。这种执着的精神确实让德国的军事专家感到不可思议。第二，志愿军精准的情报。情报战是现代战争的先决条件。美国也曾经设置了严密的情报网，但是他们的情报工作依托于专业人员，范围小，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不大。而志愿军的情报战则不同，即使是在朝鲜，我们的情报人员也依然创造了情报战的人民海洋。早在1950年6月26日，中国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先期入朝，开始对美国和联合国军进行侦察。抗美援朝开始后，志愿军又派出了大量的侦察员，侦察敌人的动向，并且搜集山川河流的走势等情报。在老百姓的支持下，他们得到的情报又多又准确，很好地支持了志愿军的战场指挥。战争后期，志愿军为了防止特务人员的渗透，更是在朝鲜海岸大量布置侦察员和民兵。这种布置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大量的敌特刚刚空投落地便落入志愿军之手，完全无法完成破坏任务。这种很不典型的情报战，也同样让一板一眼的德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第三，志愿军超强的机动能力。美国士兵已经全面实现了摩托化和机械化，按说在机动力方面应该是超过中国志愿军的。但是在战场上，情况却往往完全相反，完全靠2条腿行军的志愿军，经常能够在美军的必经之路形成围堵，让他们措手不及。难道志愿军的2条腿比汽车的轮子还要快？这有些很违背科学原理。在经过了一些研究后，德国人找到了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朝鲜北方多山地，公路又少又窄，根本不适合机械化、摩托化集团行军。而志愿军只靠双腿，虽然单位行军速度慢，但是却十分灵活，可以翻山越岭，走最短路线。第二个原因，志愿军对命令十分尊重，执行上从不打折扣，即使命令完成起来困难重重，他们也会拼尽全力。从第一次战役开始，就有过多次志愿军一昼夜行军100多里，到了目的地不进行休息，立刻投入战斗的例子。比如抢占飞虎山的志愿军335团，在下午得到命令时，距离目的地还有几十公里的山路，但是他们却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到达了指定位置，并且击败了敌军。这种急行军，其实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时期就已经是我军的家常便饭，但是对于外国军队来说，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因此，超强的机动能力也就成了德国人所感受到的另一个不可思议。第四，志愿军的超强夜战能力。
美国人曾说月亮是属于中国人的，这话说的就是志愿军的夜袭战。志愿军喜欢夜袭，同时也将夜袭当作自己最有效的反击手段。在战场上，敌人的飞机大炮在白天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此时志愿军不会硬拼，而是想办法保存实力。而到了晚上，敌人的观瞄能力下降，重武器无法发挥威力，这正是志愿军发动反击的好机会。中美两军的第一次交战云山战斗，就是志愿军的一次经典夜袭战，直接消灭了对方2000余人。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也是靠着夜袭战一举打垮了美军的北极熊团。还有在飞虎山、汉江、铁原等惨烈的阻击战中，战士们也频频以夜战发动反击，夺回白天丢失的阵地。上甘岭战役更是将这种昼夜完全逆转的拉锯战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敌人在半个多月里始终难有进展。德国的研究人员认为，志愿军的夜袭完全违背了人的生理规律，也不利于部队控制，为何他们乐此不疲呢？实际上，夜袭战是我军的家常便饭，在武装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常使用。欧美人的所谓不可思议，其实是少见多怪。第五，志愿军的严明军纪。美国将军李奇微曾经说过，志愿军是最凶狠的对手，也是最文明的对手。这句话虽然指的是志愿军的优待俘虏，但是也可以指军纪。中国部队的军纪历来严明，对于老百姓的爱护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战士的骨子里。进入朝鲜之后，志愿军的军纪仍然严明，他们对于朝鲜人民的爱护并不比对中国老百姓来的少。志愿军的罗胜教烈士便是在拯救朝鲜儿童时牺牲的。朝鲜人民也因为志愿军的态度而爱戴他们，在很多关键时刻都是靠着他们的支持，我军才渡过了难关。与我们相反的是，美国军队的军纪历来很差，不少士兵和当地人民发生了冲突，并且引发了不少暴力事件。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志愿军对老百姓的爱护是他们无法理解的。除此之外，严明的军纪还反映在对于命令的服从上面。比如说汉江、铁原两场阻击战的胜利，其实就是用志愿军的血肉换来的。彭德怀司令员也曾经表示过，张岸说不能这样打，但是在现有的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面对巨大的伤亡，38军的指战员一度哽咽着说道：“这是不要我们万岁军了吗？”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在战场上仍然面对敌人拼尽全力。正如美国人所感叹的，不管志愿军上级的命令有多么离谱，底层的战士们总能完成任务。所以在研究志愿军的时候，德国人既感叹于他们对百姓的爱护，也感叹于志愿军对于命令的服从，觉得这也是不可思议的特点之一。第六，志愿军重塑部队的能力。抗美援朝战争打了3年，中国志愿军的消耗巨大。在一开始，入朝部队都是解放战争中的传统劲旅，但是随着伤亡的增加，补充进来的部队成分就变得复杂了。他们之中有当年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也有刚刚参军的热血青年，更有甚者还有为数不少的湘西土匪。按理说，这样的队伍是非常不好管理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思想教育基础不同。但是，一旦到了朝鲜战场上，这些人就会立刻成为强悍的战士，和老战士的表现没有什么差别。这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50军。50军曾经是中国最为传统的滇军部队，曾经在东北战场和解放军打了不少硬仗，后来在1948年10月24日起义。进入朝鲜之后，50军在防守汉江的时候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将敌人死死地定在了汉江南岸。最为艰苦的时候，军长曾泽生每天不看伤亡报告，只看还有多少人能战斗，以减小自己的心理压力。还有土匪出身的战斗英雄金贞彪，他曾经在老秃山之战中，在战友几乎全部阵亡的情况下独守阵地，取得了歼敌165人的辉煌战果。为什么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成了志愿军，就都会变成意志坚定的钢铁战士呢？其主要原因自然是我军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欧美军队里缺少这一部分，所以在他们的眼里，这仍然是志愿军身上的不可思议。第七，志愿军的地下长城坑道体系。
坑道体系是志愿军最为有效的防御体系，是无数战士经验和力量的结晶。在刚刚入朝作战时，志愿军对美军的炮火强度认识不够，在战场上伤亡巨大。据统计，敌人每投下10枚炮弹，就可以杀伤一个志愿军战士。但是，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志愿军战士将现有的野战工事进行了改良，造出了防御力更高的猫耳洞。后来，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在视察前线的时候，发现了猫耳洞，并对其进行了改良和扩展，最终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坑道体系。从1951年到战争结束，志愿军共挖掘坑道1250公里，挖掘与之配套的堑壕和交通壕6240公里，比中国的长城还要长。这些坑道大部分都修筑在山体里，其顶部有10几米厚的岩层作为遮蔽，可以有效地抵御敌人的强大炮火。所以在战争后期，敌人往往要发射数百枚炮弹，才能造成一个志愿军的伤亡，比战争初期低了几十倍。更为让人惊叹的是，这样的地下长城居然是志愿军用原始的工具一点点刨出来的。他们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施工机械，甚至连铁镐、铁锹等原始工具数量都不足。能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修筑如此规模的浩大工程，确实是不可思议。第8，志愿军战士如同钢铁般的战斗意志。抗美援朝战争除了兵器的厮杀外，还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在志愿军中涌现出了无数富有悲壮色彩的英雄个人和集体。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抱起最后一个炸药包，和4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邱少云、黄继光都是为了集体的胜利而牺牲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此外，长津湖战役中，上万志愿军被冻死，其中2个连更是集体被冻死在了阵地上，成为了冰雕连。还有在汉江鏖战的50军和38军，也都是为了其他部队的胜利而拼尽了自己的全力。铁原阻击战时，63军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仍然顶住了敌人12天的疯狂进攻，损失多达1万人。当撤下火线时，63军军长傅崇碧重伤住院，醒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给我兵，我还要战斗”。无数的英雄让这场战争的胜利天平倒向了中国一方，也同样给了欧美军事研究者一个大大的难题：为什么中国军人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力呢？这道题是没怎么打过正义战争的他们所不能理解，同时也深深恐惧的。那么自然，这也就成了志愿军的另一个不可思议。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很轻松地解答德国人的这8个不可思议。志愿军能有如此表现，靠的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执着以及优秀的思想教育。只要思想教育工作到位，谁都能明白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意义。为了子孙万代的和平，一代军人情愿拼上自己的性命。现在的繁荣生活，就是用千百万中国军人的鲜血换来的。不管外国人明不明白，我们自己都应该珍惜眼下的岁月。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将国家推上新的高峰，只有如此，才不辜负先辈的付出。